方位还是会搞混。我跟你们讲，宫是每一个宫啊，代表什么？宫是一个位置，好像我们台湾有北、中、南、西、东嘛，这是位置，晓得吗？可是我现在在台北，我现在在台湾的北部，不代表我面对是北啊，听不懂？那个宫是什么宫？我就是在台北的北端，离我在台湾的南端，晓得吗？每一个宫代表的是这个。可是刚才问的一个搞不清的就是，我进入北，我在坎，啊，大家认为我在坎，所以我面对的是北，不对，你进入坎宫，南在那边，因为你要往这个地方打。是吧？所以你面对的是什么方位？西嘛。那我请问你，以前在祠堂前面练拳，或者练拳给长辈看，长辈是坐北朝南，我们的拳是向左边打。请问你站的位置是什么位？是什么位置？东嘛，东往西打嘛，因为你是要面对长辈嘛。你不能屁股对长辈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那个打拳的方位啊，你从哪个位置起，是看环境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你说为什么从这边起？啊，打拳为什么从这起？因为长辈是坐北朝南啊，皇帝大人物都是坐北朝南啊，他坐的位置是北啊，是吧？你在孔庙前面，或者你在寺庙前面广场练拳，当然基本上我们不在它的正面练，你要练也是在侧面练，你不会在庙的正门前面练，那就是很不礼貌的，晓得吗？因为你练，你就会屁股朝门呐、那在他前面班门弄斧也不好嘛。所以我们一般在庙练，有空地就在偏殿练，或者在正殿前面的广场，你就是练侧的。所以练拳你从哪个方位起练，除了特殊环境你的选择以外，它有很多的讲究，在以前有很多的讲究，那不是一个固定的，非要这个样子。对拳的内容来讲，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，晓得吗？它是一种礼仪。那这个地方八卦炮锤呢？八卦炮锤不是八卦炮锤，是打一个打一个八卦的图形。打一个八卦的图形，我进入宫了。什么叫做进入宫了？就是你进入这个体制了。八卦九宫这个东西是一个体制，你可以不要进去。那你若是入社会，我可以当一个自由业，我当自由业，我不进入体制去。所以你自己做你的，你不受很多的管制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如果进入到一个，比方讲大的企业、大的公司了，你受聘了，你一进去，你就进入到他们的什么？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宫之内了。每一个企业、每一个公司、每一个有组织的单位，它有它自己的宫，什么地方是什么，什么地方是什么特质，什么地方是什么，这些都是已经定好的。你进去了，你就要照着这个规矩，在它这个范围里面，照这个规矩来行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军人有军人的宫啊，你进到军队里面，军队有军队的那个宫。公务员，你进到任何一个公务员的单位，他有他的宫；进到一个大企业每一个企业有不一样的宫的排位。我不进去，我不进，他们跟我就没有关系，晓得吗？
所以跨这一步的意思就是这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打两仪之术，打四象拳，我们没有进攻，就是我们从起势就开始练了。两仪之术跟四象拳，它没有踩一步进攻，其他的拳有攻拳、离攻拳、正攻拳、砍攻拳，这些拳你要打，你起势都要踏一步进攻。你进攻了，你就受到它的约束了，晓得吗？这个是入弓的含义。所以一个弓，一个八卦图，一个八卦图出来，它只对进入的人或者进入的事物有影响，有约束力。对没有进入的是没有约束力的。你诸葛亮搞出来一个八卦阵或什么阵，我一直都在阵外，你那个阵对我就没有意义。我入阵了，我就受你那个阵的约束了，我就要去想办法破你的规则，听不懂？啊，这就是八卦五行，它只要形成一个结构，它有方位出来了，它形成一个结构体了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？本身就是一个规范。对于它这个结构之外的人，没有影响。所以修道的人说干嘛？他最后干嘛？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晓得吗？他就脱离了这个五行的这个约束了，他在五行之外了，五行的规则就不会影响到他，他跳出天地人的范围了，不在这个里面了，听不懂？这是所有的宫跟这些所谓这些阵图啊。阵图的含义是这个，晓得吗？所以你八卦可以是一个很小范围的八卦，你五行可以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五行，你也可以是一个大的，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，晓得吗？就看你的运作的你运作的能量了。所以这些东西，八卦图、五行图啊，它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，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啊。比方你开一个小的杂货店的，你慢慢生意好了，杂货店就是你跟你老婆跟你孩子，钱就是进出就那么多钱。哎，你有一天生意好了，你说我开一个小公司了，百货超市，人是不是变多了？资金的进出也变多了。你如果还是用你小杂货铺的那个工来经营这个大的这个，你就没有办法玩得转了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你看很多人。生意好了，他一直扩大，后来垮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原来的那个宫那个范围，它的规则约束管不了那么大的那个范围了，他没有把它那个扩大。听不懂？所以去玩一个大的图啊，大的阵啊，大的东西啊，那个是很不容易的，需要非常多的那个有才华、有能力的人，分门别类，个人的执掌，你才可以玩，你才可以玩得转，晓得吗？那个不容易的啊。
我30多年前到那个拉斯维加那个casino 去嘛，我去看剧啊，去里面参观啊，看表演啊，看那些东西，我发现很不容易。就是说，你光看 casino 一个casino 很大的一个赌场，你进去一圈，你出来，你看着它，你要想要有多少的人才相互的协调，多少专业的人才，光是专业还不行，他们相互之间还有那个充分的协调能力。才可以经营这一个casino， 那个里面的学问跟人才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知到美国的强大，在这个方面体现。所以你看澳门 copy 它的casino 一直上不了格调啊，因为它只能玩那么小的。他只能玩那么小的，你去仔细想想看，拉斯维加斯那种规格的现代的那种 casino， 它里面有多少细部的流程，有多少不同的部门。赌场的不要讲了吧，赌场的就已经很复杂了，餐饮的、表演的、收费的表演、免费的表演、收费的餐饮、免费的餐饮。收费的住房，免费的住房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很多后面的资源，那个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。我们硬去学是学不来的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要去学任何别的地方，包括马来西亚或什么，要去学那个。拉斯维加斯 casino 学不来，你只能学一部分。所以人家真正世界级的赌豪要到哪去？他还是要到拉斯维加去啊。晓得吗？就他的八卦那个阵是很大的。他那个八卦阵是很大的，所以背后在玩这个东西的人很了不起，知道吧？那他把这个能力，这些人的能力放到哪去？放到其他的各个地方去，这些人的能力足够去做其他的事啊。所以他强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强。那除非说慢慢这些有才华的人慢慢凋零了，或者慢慢离开了，这种能力是没有办法传承的，这是经验的累积。所以要记到我们练这个炮锤啊，你记好那个图，然后对练八卦拳的人来讲，方位由我定，我一站下来，我这边可以是中，我这里可以是中，我定了中了，周围我中就是圆心嘛，周围就是圆周了，哪边是北，就哪边是修身伤度紧使筋开，是由我定。晓得吗？到一个地方，我往这边一站，这里是生门，生门就是艮宫，我站在生门，其他的就是依我的生门而排列。听不懂？我可不可以站在死门？可以啊，背水一战，他就在死门呢。是吧？
所以对于练八卦的来讲，这个环境啊的方位怎么利用，是由我们来定的，晓得吗？所以不要执着在那些那一般的图，你一般看到那个八卦图或者五行图，它是画的南在上面嘛，它画的南在上面嘛，北在下面嘛。你说你怎么讲的北在上面？跟你讲嘛，大官是坐北朝南嘛。你这个图拿给皇帝看，皇帝坐在北边，他前面当然是南啊。听不懂？可是方位不是那么死啊，方位是变的，你人一转是变了嘛，所以不要那么死啊。那现在很多在研究这个的五行八卦的，他还是把南放在上面，还是把南放在上面，晓得吗？那你不是冲突了吗？你跟现在的地图观念冲突了吗？那你头脑里面要存两种方位图啊，一种是南在上面，一种是北在上面。为什么要搞这么混乱呢？是不是？北在上面就通通北在上面嘛。那个相生相克并没变啊，晓得吗？相生相克没有变啊。所以我们现代人学东西啊，要知道古人他这样子，他为什么这个样子？那个因素到现在还存不存在？如果那个因素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们就没有必要照他那样子来，我们照我们现代人的方便来。因为你要学五行八卦图的那个精华，那个重点不在于南在上面还是北在上面，不在那个地方嘛。听不懂？所以你要了解这个，否则练八卦拳啊，尤其练这套拳啊，你练你就昏了，你一转身，一转身就乱掉了，好，像我会有时候，比方讲，我刚才把那个坤，我把坤放在那个地方起了，什么原因？那我打拳的习惯，我的正面要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，好了吗？所以我到哪边去，我一站，我是面对开阔的地方，这是我的习惯嘛，那你们要建立你们的习惯。那我们现在既然都在这边，都在这边，你们觉得好吗？对你们的记忆来讲，好用吗？不好用，我们再换，下次练就换成北在这边。不要换了哈。那行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夕阳嘛，我们下午练习夕阳，它有光，会比较照眼睛。那这边的景深呢，这边的景深比较好。好了，你们再练练吧。现在几点了？4:40。